如何不被爱恨情仇所伤？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。怒、恐、思、喜、悲是如何伤人的呢？驱邪也跟情绪、情感有关。什么叫情绪？开始动心了，这叫情绪。再往里深入，就动了感情。人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，不是植物。感情情绪的变化会影响人体气血的运行，气血运行一乱，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。黄帝内经总结了喜怒忧思悲恐惊这7种情绪，认为七情的变化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。正常人都有情绪，没有情绪的话，简直像木乃伊一样。怕的是过度剧烈的情绪变化，因为它会影响气血的运行。怒则气上，人一生气，气就往上冲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就是气血上冲的表现。很多人拍案而起，马上中风倒下了。什么原因？气行则血行，气行了以后，颅内出现高压，突然把血管崩开了，人就会昏迷过去，即便抢救过来，也会半身瘫痪。恐则气下，恐是什么意思？恐的上面是拱，繁体字拱底下有一个格。拱的本意是拿牛皮绳把东西扎紧了，所以我们经常说巩固。那么拱底下为什么带着心呢？意思是心里一抽，好像有东西一下子把心给勒紧了。很多人说心提到嗓子眼了，还有的人在冠心病发作的时候有那种恐的濒死感，说不上来的疼痛，觉得自己要死。这就是供应心脏的动脉出现了梗阻，血供不上去了，心脏要停跳了。还有一种是焦虑症，或者叫焦忧症，也是觉得心里一紧，然后气喘不上来，觉得要死了。可是到了医院检查心电图，又啥事儿也没有。这种濒死的感觉也叫恐，恐的这么一抽一紧一松，哪儿松了？心里一紧，肛门和尿道就松了。所以有人惊恐后会吓得屁滚尿流，这就是恐带来的影响和病理表现。思则气结，我们说这个人思前想后，瞻前顾后，想到最后愁肠百结，走不动了。有人出国以后背井离乡得了思乡病，跟老婆分居得了相思病，直接表现是什么？吃不下饭。为什么吃不下饭？因为这儿打了一个结，那儿打了一个结，肠胃蠕动不利索，或者叫气滞。这就是思则气结。喜则气缓，高兴之后慢慢平静下来了，就是正常的。如果高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以致夜不能寐，就是高兴过头了。万物皆有度，人有七情六欲，但过头就不对。很多人在特别高兴、喜悦、放松的状态下，会出现工作提不起劲的现象。节后综合征说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。人们连放几天长假，收假后上班的工作效率极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气缓了，一下子松下去，提不起气来。悲则气消，悲是什么呢？悲的上面是飞，飞在古文里是两只小鸟相背而飞，而悲是说人在分离时的那种心态。我们经常说悲欢离合，合的时候心情是欢，分离的时候包括情人之间短暂的分离，长期的分手，还有和自己心爱的物件或工作分开，出现的感情就是悲。你只要倾注感情于某个人或事物时，你跟他分开所产生的感情就是悲，有点
肝肠寸断、伤心欲绝的感觉。如果长期沉浸在悲的状态里，你会觉得活得没意思。所以我们在追悼某个人的时候，经常会说化悲痛为力量，这个不容易。很多人经过这个悲痛以后，数年都缓不过劲儿来，其实他就是没有调理好这个虚邪。总之，情绪的剧烈变化对身体的影响，第一是影响我们的气，第二是影响我们的血，进而影响我们的生理功能。比如长期发怒就是一种病理状态，还有人习惯压制自己的怒气。电影《林则徐》里，林则徐碰到一个贪官贪污银子以后，生气地把茶杯咣的一声扔到地下，之后他抬头看见自己写的条幅制怒，这是警示自己一定要控制怒气。如果你本来生气了，一口气上来，但你又把它压了下去，长此以往你会怎么样呢？开始它是个念头情绪，是无形的，接着它郁积成了一股能量，还是无形的，但它已经从无变成了有，时间再长就会逐渐形成有形的物质。我们说这个人长了肿瘤，或是良性或是恶性，大家想想，有形的物质最早是什么？就是闷在心里的一口气。因此我们要达到两个境界，第一，把事情看开点。现在很多人对自己要求不高，但对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要求都很高，把人都假设为圣人，人家稍微犯点错或发生的事情不如他的意，他就要生气。如果人这么生气，就气死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些事儿不生气。第二，生气后要想办法找合适的渠道化解，如果实在转化不了，就找大夫调理，通过针刺、艾灸或者中药的方法，能让你的这股邪气儿通过打嗝、放屁排出去。这时你会觉得，原来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儿，现在释然了。但那口气儿如果出不去的话，它会永远待在你的身体里，然后伺机发作。如果你的媳妇儿和老妈都掉在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我们经常说爱恨情仇，前三个字的繁体字爱情恨都是带心的。我们现在总是讲你要爱别人，你要爱大家，爱社会，这个是强迫症。爱是有前提的，是有物质和能量的要求的。中医认为，如果你的心气儿是足的，而且心肠又足够热，你才会有爱心。这种爱心第一体现在你爱自己，有额外的能量后会爱你的家人，再有额外的能量，你会爱周围的团体，再往大了说，爱这个社会，爱这个国家，这是有顺序的，这才是真爱。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，如果你的媳妇儿和老妈都掉在水里，你先救谁？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。我的回答是，先救自己。如果我能把自己救上来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。如果你会游泳，你想救谁就救谁，别装。你爱你媳妇儿，你觉得媳妇儿比老妈重要，那就救媳妇儿。如果你觉得妈就一个，媳妇儿可以再娶，那就救妈。但是无论你救了谁，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骄傲，而不要为你没能救谁而感到内疚和自责。我们说爱，先爱自己。有心气儿、心肠热的时候，会爱自己。如果心气儿弱了，或者心肠凉了，就爱无能了。用一个字表示就是哀。哀莫大于心死的哀。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同情但无能为力。处于哀的状态下怎么办？还要在那儿装？还要奉献爱心吗？我的建议就是把自己先调养好了再说。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恨里有艮，艮主土石，它是有形物质的积累，就是耿耿于怀。我们说心里有块垒堵着，放不下去，说明这种情绪、感情的伤害已经在你的心里结成了有形的物质，你想劝解也没有用。怎么办呢？耿耿于怀的块垒，我们可以检查到，比如鞋下有硬结儿，把这些硬结化掉，才能把恨化解。现在很多人是假装不恨了，其实心里恨得要死，这都是不正确的。
说到情字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情是信息和能量的交换，它要交换就应该有对应的人，那个人没了，情不就断了吗？对应的人已经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还在不断的释放，这叫单相思，丢魂儿，最后就是黯然神伤，伤到自己。做到恬淡虚无，你就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。看到这些情绪感情的变化对身体的伤害以后，怎么办呢？岐伯告诉我们，叫恬淡虚无。如果能做到这4个字儿，你就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不会被情绪情感伤害。恬字什么意思？当动物受伤后，它会本能的用舌头舔自己的伤口，因为唾液里含有唾液酶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。我们在感情情绪上受到伤害后，无形中想疗愈自己的创伤，会做什么动作？一言以蔽之，甜。甜是从心理情绪上自我疗伤、自我平复、自我宽慰的一种能力。有这种能力的人，即便受到情绪和感情的伤害，也能很快得到平复。没有这种能力的人，情绪和感情的伤害会久久地留在自己的心里，挥之不去。恬不知耻其实是个中性词，有些人厚颜无耻，但有些人过度敏感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总觉得是自己的错，不停地自责，有负罪感，最后甚至以自杀来了结生命。这种人自残以后，觉得舒服一点，好像惩罚了自己。这是不是病态呢？对这些人，是不是要给他们讲一点恬不知耻呢？生活中，我看到很多人干了坏事儿，倒不觉得羞耻；很多人没干什么坏事儿，整天自责的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价值观教育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是身体机能出了问题。建议大家多少要学会一点恬不知耻，让自己从被别人暗示的羞耻感里解放出来，这样才能真正身心健康。要知道，身体的疗伤和心灵的疗伤同等重要。什么叫淡呢？淡是微微的起一些波浪，不是惊涛骇浪，不是大起大落。碰到事情上，我也动感情、动情绪，但绝不是大起大落。古人说，一涨一落山溪水，山里小溪的水小，一涨一落。如果你的心胸开阔一点，经历的事情多一点，情绪情感就不会那么起伏跌宕，这叫做淡。大家都知道塞翁失马的故事，这是典型的道家的处事风格。塞翁家丢了马以后，塞翁无所谓，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。这匹马带了一匹马回来，大家都高兴，他依旧很平淡，认为这也未必是件好事儿。儿子骑马训练摔折了腿，别人觉得是坏事儿，他又觉得无所谓。如果换做别人，心情肯定大起大落，就像现在很多人炒股一样。如果没有恬淡虚无的本领，就不要炒股，否则活得太累，挣的那点钱抵消不了治病的钱。恬淡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没有太多太强的欲望，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，最后却累死在奔跑的路上。再看虚无，虚无是一种生活境界。古人讲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就是把自己的内心放到一种什么都没有的虚空状态，让自己的思想变得很灵敏、空灵，然后就能体会到自然的变化，听到宇宙的声音，达到悟道和成佛的境界。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、压着，就会活得很痛苦。人们经常会问，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道家认为，世界的本源就来自无，人都是无中生有。如果我们能真正领悟到那个境界，体会到那种状态，就算是悟到自己的本心，
接近佛家讲的成佛的境界了。恬淡虚无是4种不同的境界。首先你得恬才能淡，淡了才能虚，虚了才能无。如果一个人心都破碎了，他的心神是不安定的，不可能淡定从容。当你把自己的身心保护得很好的时候，就像是给闭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，这时心才会淡。总是处在惊恐焦虑的状态，心根本就淡不下来。什么叫真气从之？作为普通人，能做到恬淡就很不错了。如果你做到了，就会感觉自己的气血运行不受外边的贼风或者情绪的影响，这种气血就会按照它本来的运行规律运行，这就叫做真气从之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的真，就是天然赋予你的本来面目。在父母的精子卵子结合的一瞬间，两精相搏谓之神，2个细胞一结合，人就有神了，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开始运动了。慢慢的，一个细胞分裂成2个，2个细胞分裂成4个，之后成为一个人形。推动人发展的能量叫做元气，是先天赋予的。人出生以后，先天元气和后天骨气共同作用，完成整个生命的活动，而真气是不可替代、没法复制的，用完了就完了。当我们处在恬淡虚无的状态时，先天赋予的真气就能指挥神去运作。从之就是从神，即被心包保护得好好的君主，就是你的心神。你的心神会指挥若定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外边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就把它解决了；内部有什么乱，咱们就把它平复了。这时气血运行完全是按照神运的节拍走，你会活得很舒心。推动真气运动的东西叫元神。我希望大家培养出恬的能力。如果你想很快找到一种方法保护自己，中医也有办法。中医讲情绪，哪个器官负责呢？那些表述情绪情感的字都带心，其实情绪是动心的开始，它由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脏心包来负责。我们的心神是被心包保护着的，如果你的心包功能强，感情就被保护得很好，你不容易被伤害，即便受到伤害，自愈能力也很强。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的心包功能变得强大点呢？大家见过大猩猩没有？大猩猩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有一个招牌动作，捶胸顿足。它实际上在拍打身体上的一个穴位，正好是心包的代表穴膻中穴，我们中医称之为募穴。这个穴位在哪里呢？在2个乳头的正中间。如果你平时按膻中穴觉得疼，肯定有不良的情绪和感情淤结在里面，没有发泄出来。怎么办呢？你还不如学学大猩猩捶胸顿足，让它散开。这些不良的情绪和感情散开后，你会觉得原来气短、老唉声叹气的症状一下子都给化解了。你可以不找大夫扎针吃药，自己就能把它化解掉。猩猩学过中医吗？没有，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本能。如果我们现在活得比较刻意，先天的很多本能就会被压抑住了。另外，我们中国人认为玉能通神，也能保护神。贾宝玉带了一块玉，叫什么？叫通灵宝玉，正好戴在护心的地方，就是膻中穴。不见得大家要买很贵的玉，挑一块玉挂在这里就行。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保护心神、感情不受到伤害的一种办法。有个穴位叫内关穴。什么叫关？关是一个隘口，是抵御邪气入侵的防守。看一下内关穴的位置，大家把手
紧握后正好出现2个金剑，内关穴就在金剑的中间，大概离腕横纹2指再往上一点的位置。很多人内心都很敏感，容易受伤害。大家都知道《狂人日记》里的狂人，他晚上想的都是什么呀？赵家的狗又看了我一眼，敏感到了这种程度，而内关穴就是保护我们的内心不受伤害的重要穴位。如果内关穴的气是弱的，你就会变得非常敏感，感情容易受刺激，情绪容易受破坏。内关穴有什么用呢？有的人晕车了，按内关穴能止吐。还有，当你碰到一件内心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种令人作呕的感觉？其实令人作呕是一种身心的表现，不仅是胃，还有内心的不认同。那么按压内关穴就能平复我们的内心，增强了我们的抵御能力。中国古代的女性都有戴玉镯子的习惯，戴玉镯子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大概就是内关穴。内关穴的另一边是外关穴，外关穴是防什么的呢？防驱邪贼风。内关穴是防什么？防感情的伤害。很多人我们一握手就发现他的手冰凉，手指凉，掌指关节凉，手腕也凉，而到内关穴就不凉了，说明什么？这个关还守得住。如果内关穴也凉，那就病得太重了。总之，膻中穴和内关穴这2个穴位能帮我们做到填